大家好，这里是案件纪实频道。2007年，陕西发生一起惨案，一名男医生杀死了年仅7岁的女童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名医生竟然就是女童的父亲。杀人时，他的妻子曾3次过来，皆被他想方设法地支走。而他之所以要杀了自己女儿，背后却有一个难言的原因。1998年，在陕西某医院当医生的朱石然（化名）闪婚了。不是吧？你们不是才认识1个月？好友陈杰（化名）听说了这件事后，连忙从隔壁县赶了过来，急得连水都没有喝一口，直接问：昨天我收到你们的请帖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不是上个月5号才认识的吗？也不怪陈杰如此惊讶，实在是他的好兄弟朱石然这件事情做得太过于出人意料。今年30岁的朱石然，虽然在大家看来年龄老大不小了，早就该准备婚姻的事情了，只是他前面谈了2个女朋友，每一个谈到准备结婚的时候，都因为各种事情黄了。后面又去相了几次亲，每次人家相亲对象都对他挺满意的，可恰好又碰到他工作的晋升期，忙起来1个月都不见个人影，所以理所当然的相亲对象也不愿意搭理他。就这样，朱石然今年30岁了，但是依旧没有结婚，更别说女朋友连个影都没有。但就在好友们以为他会继续单下去的时候，朱石然却突然给他们发了一张婚帖，而且结婚的时间就在3天后，这可是惊掉了众人的下巴。面对朋友们惊讶的表情，朱石然只是一脸幸福地和他们解释道：爱情永远不会来得太晚，我只是恰好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另外一半。上个月5号，朱石然的大学同学们组织了一次聚会，其中来参加聚会的同学们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家属过来，而他的好友陈杰便将自己女友和他的妹妹楚婷（化名）带了过来。当时朱石然对年轻漂亮的楚婷一见钟情，并且迫不及待地去和她搭讪，成功地要到了她的联系方式。朋友们都打起他，说他是铁树开了花，只不过这花能不能结成果，多半是够呛。朱石然本来以为自己想要追到楚婷，多半会经历一段坎坷的过程，可他没有想到，楚婷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。我们结婚吧。楚婷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朱石然才和她认识3天，并且是第2次将她约了出来。你说什么？朱石然没有反应过来他这句话的意思，惊讶地问：你刚刚是说我们结婚？对呀。楚婷双手托着下巴，大大方方地看着他。他和朱石然都是在同一个县里工作，只不过朱石然是在医院里当医生，而楚婷年纪轻轻却已经是银行里的经理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我家里的条件不错，你也知道我爸妈都是带编制的，随随便便都能给我找点门路，而我觉得你也不错，我很喜欢医生这份职业。楚婷说起话来带有一种少女般轻快天真的感觉，我们门当户对，而且你也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结婚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朱石然愣了一下，按部就班走了这么多年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女人，但不甘示弱的他直接点了头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结婚。朱石然几乎是轻率地说出了这句话，但说完之后，他立刻带着楚婷去见了自己的父母，又马不停蹄地去医院请了假，准备了一份厚礼去拜访楚婷父母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婚姻或许只是一份结婚证，只是去民政局跑一趟，但对于2个家庭来说，婚姻意味着方方面面的磨合。所以即使他们2人去领证领得飞快，但要把婚礼筹备下来，也过去了将近1个月。所以朋友们收到他们婚礼请帖时，已经是下个月的事情了。听完朱石然讲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，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之外，也只能真诚地祝福他们。而这对草率结婚的夫妻，在婚后的第3年就有了一个女儿圆圆，她出生于2000年，是一个新世纪的起点，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个好的兆头。
转眼间就到了2007年，圆圆也已经7岁了。她长得十分精致可爱，见过她的人无不称赞不已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场车祸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。朱时然上班的时候不小心被一辆小轿车刮倒，以至于腿部骨折。虽然没有造成更严重的问题，但是她也只能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。这时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照顾丈夫的楚婷只好为她请了一个保姆。而保姆来到这里后，却不小心发现了这个家里的秘密。先生，圆圆长得和你一点都不像哦，脸上的五官全是随了妈妈。保姆准备送圆圆去上学，蹲着给她系鞋时，不经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。一直以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情的朱时然下意识地抬起了头。他坐在沙发上，远远地往这边看了看。圆圆正举着水杯玩，朱时然仔仔细细地扫了一遍她的五官，果然发现她和自己没有任何的相似点。而他又看了几遍之后，却发现圆圆的大部分五官虽然随了楚婷，可脸上也隐隐透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影子。朱时然的瞳孔略微放大，心里为自己的这个发现震了震。他不可置信地又看了一遍，可无论他怎么看，圆圆的五官就是很像那个人，那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陈杰。他们在大学时是一个宿舍的，平时同进同出，互相都把对方视作自己的好兄弟。而在大学毕业之后，他们两个人也没有断了联系。虽然朱时然在这里当了医生，陈杰去了隔壁的县做生意，但他时不时的都会过来看一看他，有时候还会在家里住几天。陈杰老婆是楚婷的姐姐，两家人因为这层亲戚关系又近了一步。每年过年的时候，他们两家人还会在一起聚会，可以说是不比亲兄弟差了。想到这里，朱时然浑身一冷，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听着保姆带着女儿离开的脚步声，然后坐在沙发上冷静了1个小时。他不愿意这样怀疑自己的妻子，这7年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做不得假。朱时然想了又想，终究还是过不去心里那个坎。于是等到脚好一些后，朱时然便悄悄地拔了女儿一根头发，然后去了鉴定中心做了一份亲子鉴定。1天后，鉴定的结果出来了。朱时然用一种极其忐忑的心情拿到了鉴定报告，他深深地呼吸了好几口，才鼓起勇气打开了报告，而上面的结果让他惊住了。鉴定报告显示，他和圆圆并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也就意味着他替别人养了7年的孩子，而楚婷早在7年前就已经出了轨。朱时然很难接受这个结果，他坐在鉴定中心外面的椅子上，几乎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从1998年认识楚婷开始，如今已经快10年了，他们的婚姻走过了这么多个日日夜夜，可现在这份报告却告诉他，现实并非是他想的那样，楚婷也从来都没有爱过他。他所认为的幸福家庭只不过是一个泡影，而被他捧在手心里疼爱了7年的孩子，更有可能是他的好兄弟陈杰的孽种。朱时然几乎要崩溃了，他强忍着内心的悲痛，硬是没有露出来一点异样的表情，找到一个借口去找了陈杰，然后悄悄地从他身上拿了一根头发。这一回，朱时然给陈杰和圆圆做了亲子鉴定，而1天之后，鉴定的结果显示，他们的的确确就是父女关系。容不得他回避，朱时然必须得承认他妻子的出轨对象就是陈杰，他是自己的好兄弟，也是楚婷的姐夫。得知真相的朱时然不愿意放过他们，他想了很久之后，才制定了一个报复计划。1个月后，朱时然的腿已经完全好了，可他内心的怒火却时刻不再侵蚀着他的理智，尤其是当圆圆蹦蹦跳跳地从他面前走过之时，他只觉得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被羞辱着。这时，朱时然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将女儿抱了起来，带着她一步一步走到了楼上。正在客厅看电视的楚婷看了他们一眼，问：“你们去楼上干什么？”圆圆困了，我带她去睡觉。朱时然面不改色地说。
楚婷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，又将注意力放在了电视上面。接着，圆圆稚声稚气地问：“爸爸，我们要去睡觉了吗？”但是圆圆不想睡觉，圆圆想看电视。不要叫我爸爸，你不是我的孩子。朱时然面无表情地说。随即，他将圆圆放在了儿童床上，又转身去书房拿了一卷胶带过来。爸爸，你要干什么？圆圆没有听明白他的话，只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丝害怕。朱时然拿了2根绳子，将他的手捆在了床上，又用胶带封住了他的鼻子，然后将他裹进了被子里面。呜！圆圆艰难地呼吸着，脸被憋着通红，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了下来。不要哭了，这些都是你该受着的。朱时然恶狠狠地看着他。突然，门口传来了楚婷的声音：“时然，圆圆睡了吗？要不要先吃一点水果？”朱时然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他还没有睡觉，但是现在吃水果有点凉，你先下去吧。”楚婷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你慢慢哄他睡觉吧，我继续去看电视了。”他刚一离开，朱时然就撕开了圆圆脸上的胶带，顿时他大口大口地呼吸起来。可他才呼吸2口气，朱时然又一次将胶带粘了上去。恰好在这时候，楚婷又上来了，他问：“时然，你把剪刀放哪里了？”朱时然冷静地说：“应该在冰箱上面，你拿一个小板凳垫着看一看。”好。楚婷又走了。圆圆挣扎的力度大了起来，朱时然只需要1根手就按住了她，窒息带来的痛苦让圆圆浑身抽搐着。不过短短1分钟，她的眼里便开始充血。圆圆睡了吗？隔壁的小宝来找她玩了。楚婷第3次来到门口，问道：“睡着了我就让她先离开。”圆圆已经睡了，你别上来了。朱时然注视着圆圆在生死的边缘挣扎，脸上没有一丝怜悯。等到圆圆不再动弹之后，他又将胶布粘得更紧了一些，随后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直接下了楼。晚上，楚婷看女儿还没有下楼，便皱着眉头去2楼看了看，然后一眼就看到了被胶带封着口鼻，已经没有了任何声息的圆圆。他惊骇地跑了过去，却发现女儿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，而朱时然却站在她的身后，拿起棍子一下子砸晕了她。之后，朱时然正准备将楚婷勒死，隔壁的小孩再一次跑了过来，恰好撞到了他动手的一幕，立马大声叫唤起来，瞬间就把邻居引来了。而邻居看到昏倒在地上的女人以及手上拿着绳子的朱时然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。最后，朱时然被警方抓走了，他交代了一切，也因为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了死刑。而侥幸活下来的楚婷将一辈子活在懊悔之中，陈杰也妻离子散，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好下场。